在11月23日的空袭行动中，乌克兰的目标选择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当天晚上，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最大的发电厂沙图拉热电厂，对该热电厂发动了多轮袭击。在第一轮袭击中，就有无人机导致该发电厂着火，并燃起滚滚浓烟。那另外一段当地市民拍摄到的画面显示，该热电厂在乌克兰无人机的空袭中是一次又一次的命中，燃起浓烟。在另外一段清晨拍摄到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使用的好像是 FP-1 型无人机。那这款无人机本身飞行速度很慢，大概只有200公里每小时，但是航程能达到接近1000公里。这段画面中显示俄罗斯士兵不断向这个无人机开火，但是依然没有成功拦截这架飞行缓慢的无人机，最终无人机命中目标并引发熊熊大火。那看到这些画面我想各位支持乌克兰的朋友们心里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俄罗斯在过去几年不断的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其他大城市，带来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灾害。乌克兰这次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空袭俄罗斯的热电厂只是开始。其实我看了很多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最近在俄罗斯拍的视频，在这3年战争期间，对于俄罗斯的普通人并没有太大影响。生活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人依然是该干啥干啥，吃喝玩乐样样不耽误。那乌克兰需要更多的远程武器，更多的无人机，更多的导弹，才能打到俄罗斯的腹地，打到莫斯科去，才能让俄罗斯感受到痛苦，才能让普京感受到压力。在11月25日夜间，乌克兰无人机空袭了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该地区距离乌克兰边境远达1000公里。袭击目标是当地一个武器开发的工厂。而乌克兰空军当天也公布一段视频，显示米格29战斗机在乌克兰田野上低空飞行，他们主要是为了躲避俄罗斯的雷达侦察以及防空武器。乌克兰的空军似乎在执行一项轰炸任务。米格29经过改装之后，可以携带法国的铁锤精确制导炸弹以及美国的捷达姆精确制导炸弹，屡次对前线的俄罗斯目标发动空中打击。而在11月25日，俄罗斯另外一个袭击的重点目标是位于塔甘罗格的飞机制造厂。那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他们摧毁了一架基于 A50 开发的 A60 预警机。那我们都知道A50 是目前俄罗斯最先进的预警机，俄罗斯空军中大概只有4架能够正常飞行，不过其中的2架 A50 预警机已经在去年早些时候被乌克兰使用防空武器先后击落，所以目前俄罗斯空军极其缺乏先进的预警机系统。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白天在塔甘罗格拍摄到的，可以看到当地的这家飞机制造工厂遭受到了非常大的摧毁，多栋建筑物都被乌克兰的远程武器所破坏。那看起来俄罗斯人的武器工厂的生产又要暂停一段时间了。乌克兰当天的空袭目标还包括土阿普谢港口，该港口是黑海地区俄罗斯重要的石油输出港。可以看到画面中有大量的防空火炮出现他们在向空中开火，形成弹幕。也有俄罗斯的防空导弹发射升空，试图拦截。不过在画面的远处，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整个港口燃起了熊熊大火，看起来有可能是油库或者是码头遭受到了攻击。俄罗斯当天也在新罗西斯克港口内发射多枚口径巡航导弹。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拍摄于当地时间的夜间。俄罗斯海军目前基本已经不敢出港了，无论是护卫舰还是登陆舰，基本都停留在黑海边上的新罗西斯克港口。这些军舰从港口内发射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境内。不过，当天夜间，乌克兰也对新罗西斯克港口发动空袭。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乌克兰的导弹命中了港口附近的防空阵地。据说在当天的空袭中，也有一个大型的俄罗斯登陆舰遇袭受损严重。在11月25日至26日关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有2个大的新闻。第一，就是乌克兰方面表示已经和美国就和平协议达成共识，
而另外一个重磅消息就是路透社拿到了独家的电话录音，显示川普的谈判特使竟然在给俄罗斯人出谋划策。我们先来看第一条新闻，美国早在上周就向基辅提出了28点和平计划，而在这个过去的周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乌克兰官员在日内瓦进行会谈，制定了新的计划。这份新的计划经过调整，将28点缩减至19点，其中剔除了大多数是和乌克兰没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等等。那根据卢比奥和乌克兰方面的反应双方并没有在所有项目上都达成共识。虽然解决了绝大多数分歧，但是核心问题，比如说领土问题仍然有待于川普和泽连斯基的直接会面才能够解决。那我看到有新闻报道指出，泽连斯基接受了交换领土的基本原则。我们知道，在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仍然有少部分领土被俄罗斯占据，比如说沃尔昌斯克。但是这些地区的领土面积毕竟有限，拿这么小的土地来交换目前乌克兰控制的剩余的顿巴斯地区，这是乌克兰所不愿意答应的。虽然领土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然而还有剩下2大问题没有解决。一个就是军队规模问题，我先后看到过2种报道第一种报道指出，乌克兰提议将军队规模的上限修改至80万人。那乌克兰提出的80万人是因为现在乌克兰3军总人数就在80万人至100万人之间。乌克兰只是拥有一个3000多万人口的国家，在和平时期是绝对没有办法保持80万以上的军队规模的，所以这样一个条款对于现在乌克兰来说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它其实没有太多的约束意义。那另外一个重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乌克兰是否能加入北约。那目前呢，看起来无论是乌克兰和欧洲对于完全关闭加入北约这一点都是不太接受的。那近日，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迹象表明川普总统的团队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我个人非常不认同川普在这次外交谈判中的策略川普的核心就是你有没有牌。说句实话，乌克兰手中的牌确实不多，所以川普一再向乌克兰施压，迫使乌克兰做出让步，但是川普却极少对俄罗斯施压。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采取不多的措施，就是制裁了俄罗斯的2大石油公司。所以美国政府欺负没有牌的乌克兰，却不向战争的侵略方俄罗斯施压。往好听点说，这是拉偏架；往难听的说这就是欺软怕硬，欺负人了。而在11月25日，路透社竟然获得了独家录音，录音中川普的谈判特使维特科夫和俄罗斯进行通话，而在这段通话中，维特科夫竟然给克里米林宫提出建议。原文是这样的维特科夫说道，这是我会怎么做的这是我对俄罗斯的建议，我会给川普打一个电话，然后恭喜川普取得的成就，然后就说俄罗斯支持川普，支持川普的和平协议，然后说俄罗斯尊重川普是一个和平使者，俄罗斯非常希望看到和平发生。我认为从这开始呢，你们就会和川普有一个很好的谈话。他接着说道让我告诉你我和川普总统说了什么。我告诉川普总统，俄罗斯联邦一直想要和平，我告诉总统，我一直相信这一点。我看了这段对话，我是非常震惊的。维特科夫的这个做法简直就是叛国罪了。你作为美国政府的特使，怎么能够给俄罗斯出谋划策呢？我知道很多右派会为维特科夫的做法辩护。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是在拜登政府时期，布林肯和沙利文这样和俄罗斯或者中共的代表说话，说我给你们出谋划策，你们要怎么和川普谈判，我想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觉得做人是不能双重标准维特科夫的这个做法就是彻底的叛国了。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川普十有八九是不会撤换掉维特科夫的。在11月25日，川普接受媒体采访，为维特科夫辩护。他说道，维特科夫的做法是标准做法。更耐人询问的是这一段录音到底是谁释放出来的？这段录音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而拥有录音的人有可能是美国的情报机构，有可能是美国国务院，也有可能是欧洲的情报机构。
而且释放这条语音的人一定是对维特科夫不满，对乌克兰的处境不满，对美国提出的这个28点和平协议不满的人。有人分析说是卢比奥领导的国务院有这个可能，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啊。川普政府内部有不同声音，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事情一旦被追查出来，就一定会被川普政府扫地出门。所以国务卿卢比奥是不会冒着这么大的政治风险去做这件事情的。我个人认为啊，更有可能是美国情报部门或者是国务院的中层或者是基层人员，他们出于个人情绪，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这段录音流传出来。这段时间以来，乌克兰面对的情况其实并不容乐观，欧洲各国根本是靠不住的，是只说话不做事。美国政府现在也是拉偏架，连特使维特科夫都在帮俄罗斯出谋划策了。现在的美国政府难道还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乌克兰能够达到和平，但这一定要是持久而真正的和平。而按照现在川普政府的做法，我真的是看不到希望。我是子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